小姑娘梨花带雨地摸索着前方，似乎在找什么东西。终于，她摸到了一个男人的身体。这个男人躺在床上，大概30岁左右的年纪，长相英俊刚毅，不过他的眉宇间却凝聚着一股挥散不去的痛苦。爸爸，小小错了，小小再也不惹你生气了，你快醒过来吧，小小害怕。爸爸。小姑娘抱着男人的身体，仿佛这是她最好的慰藉和避风港，但是她的小身体还在因为外面的打雷声而瑟瑟发抖起来。忽然，躺在床上的那个男人睁开眼，小小知道错了，你别吓小小。你谁啊？爸爸，我是小小啊，你不会像妈妈一样不要小小了吧？如果连你都不要小小了，那小小就真的是个没人要的野孩子了。男人低下头，看着死死抱住自己的小姑娘，猛然间，一股本不属于他的记忆冲入他的大脑，娶了京城第一美女柳家的大小姐柳如烟为妻。柳如烟为他产下一女，名为叶小小。小小在出生以后就被检查出患有先天失明症，从小到大都看不见东西。他看见了后续记忆。叶枫心灰意冷，带着女儿来到一处没人认识他的乡下，每日酗酒无度，事后还发酒疯，没少殴打自己的眼盲女儿。5岁的眼盲女儿不光要挨打，还要照顾他这个没用的父亲，真的是太可怜了。你是我的女儿。小小吓得后缩了起来，小脸发白地说道：小小不是故意打碎碗的，小小是想给爸爸做米汤，可是外面突然打雷了，小小害怕，所以没端住把碗给摔了。小小不是故意的，真不是故意的，爸爸不要打小小好不好？可以想象到一个眼睛看不见的5岁小姑娘在黑暗中是怎么找到米，又怎么把米粥给煮好又端过来的，那个过程一定非常艰难。小小知道错了，爸爸不要生气好不好？小小没错，错的是爸爸。爸爸以后再也不喝酒，再也不打小小了。既然来了这里，那我以后就叫叶枫，而叶小小就是我的女儿。爸爸真的不打小小了？爸爸以后就宠着小小。叶枫把小小的小手捧起来，小小应该很疼吧？小小不疼的。小小等着，爸爸这就去给你找药。忽然他想起来自己家里根本就没药，别说药了，似乎连吃的东西还是村子里好心人送来的。爸爸，小小没事，小小不疼的。小小明显在撒谎，都起血泡了，怎么可能不疼？但他很懂事。小小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小小看不见。差点忘记了，宝贝女儿从小就眼盲，怎么可能看得见我掌心中的亮光？小小，爸爸给你变一个魔术怎么样？让你的手现在就变好起来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叶枫把自己最后一丝神力都包裹在了小小的双手上。哇，爸爸，小小的手好了，爸爸真的会变魔术。看吧，爸爸没有骗你，是不是很神奇？爸爸好厉害。小小，爸爸以后还能把你眼睛变好。真的吗？小小的眼睛真的能好吗？忽然咕咕咕的声音在小小肚子里响起。小小是不是肚子饿了？爸爸去给你做吃的吧。爸爸，小小不饿。小小都饿得咕咕叫了，还说不饿，爸爸怎么可能让我们的小公主饿着了？你坐在这里乖乖的等着爸爸。可是他找了半天，就找到了几粒米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。真是家徒四壁啊！现在已经是后半夜，我倒是可以出去找吃的，不过我又不放心把小小一个人留在家里。没办法，叶枫只好回屋，先把小小给哄睡了，这才小心翼翼地从家里走出去。后面就是大青山，野味繁多，村里有不少村民都靠进山打猎为生。走了有一段路，他发现旁边有动静响起，运气不错，刚进来就抓了一只山鸡。叶枫把山鸡捡起来，高兴地笑了起来。他继续往前走，路上他又抓了一只山鸡。就在这时，叶枫停下脚步，忽然前面有狼嚎声响起，有狼群！叶枫脸色不变，身上弥漫出一股煞气。滚！那些野狼靠近过来的身体突然都停了下来，他们像是察觉到了危险。不过他们都是捕猎者，怎么可能就这么被叶枫给吓住了？他们的身体又动了，向叶枫走过来。不滚是吧？那就去死，找死！瞬间10几头野狼都变成了独眼狼。叶枫继续往前走，又抓了几只山鸡，他感觉差不多了，正准备回返的时候，忽然注意到了脚下的几片叶子。咦，这是野山参？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这绝对是野山参的叶子。没想到我的运气这么好，自己的运气真是太好了。既然这里生长着一颗野山参，那附近肯定还有。叶枫仔细搜索了一下附近，果然又让他找到了2颗，其中有一颗比最先找到的那颗还大，年份应该达到了150年左右，还有一颗则是50年的，但也值不少钱了。
叶枫欣喜过望，继续搜索了一番无果后，这才下山。等叶枫回到村子，天色已经大亮。叶枫高兴地推开门走进去，发现家里多了一个人。爸爸回来了。叶枫认识他，他叫陈素素，是村子里的俏寡妇。听说刚嫁过来没1个月，丈夫就在山里。你不要过来啊！这个陈素素心地善良，一直很照顾小小，而且叶枫家里吃的东西很多都是陈素素送来的。爸爸回来了，我就知道爸爸不会扔下小小不管的。怎么了，小小？你怎么还哭了？你还知道回来，我还以为你跑了。你还知道问，你把小小一个人扔在家里，让他有多担心？要不是我早上来送东西，小小可能都要跑出去找你了。叶枫一听，连忙蹲下身。小小，对不起，是爸爸不好。小小最乖了，爸爸刚刚进山了一趟，打了不少野味回来，小小待会就有肉吃了。在陈素素的认知里，叶枫就是个烂酒鬼，整天只知道喝酒。你居然还知道进山打猎？叶枫拎着2只山鸡递给陈素素。陈姐，谢谢你这么照顾小小，这2个山鸡你拿回去吃吧。不用了，留着给小小吃吧，希望你能好好照顾小小。陈姐说的是，之前是我不对，我现在已经想清楚了，我会照顾好小小的。陈素素没有久留，跟小小说了一声，就先走了。小小，爸爸去把鸡杀了，给你炖鸡汤。妈妈不要小小了，如果爸爸再不要小小的话，小小真的就成野孩子了。小小放心，爸爸不会离开小小的，这辈子都不会。炖鸡汤的时候，叶枫把150年的野山餐拿出来，切了好几片进去。小小，鸡腿有2个，你1个，爸爸1个，以后小小想吃什么，爸爸都能给你找来。小小咽着口水，早就迫不及待了。他啃了一口鸡腿肉，满脸幸福地说道：“爸爸，鸡腿真好吃。”叶枫也没动筷子，就坐在小小的旁边，静静地看着小小吃。小小，等吃完饭了，跟爸爸一起进县城吧。那小小跟爸爸一块去。吃完饭，叶枫就抱着小小离开了青山村。从青山村去往清水县有10几里路。爸爸，累不累？要不把小小放下来，让小小自己走吧。爸爸没事，爸爸不累。叶枫已经满头大汗，路上小小一直在给叶枫擦汗，可把小姑娘心疼坏了。爸爸，是小小不好，小小应该在家里待着的。谁说的？我们家小小最棒了。小小，我们已经到县城了，你听见声音没？听见了，好热闹啊。小小很兴奋，但可惜小小她看不见。小小放心，爸爸很快就能让你看见了。叶枫深吸了一口气，这个时间不会等太久。他在这里转了一圈，就直接走进了一家看上去比较高档的中药店——德瑞轩。德瑞轩的售货员小姐十分有礼貌地问：“先生，你需要点什么？”叶枫直接开门见山：“我在山里挖了根野山参，不知道你们收不收？”“野山参吗？不知道是多少年份的？50年的。”“那能不能拿出来，先让我们看看？”叶枫把50年成分的野山参给拿了出来。还真是50年的野山参。你在这里稍等一下，我去找我们老板过来。没过多久，刚刚离开的那名售货员小姐带着一名大腹便便的男人走了出来。我叫韩福海，是这里的老板，就是你要卖野山参。野山参拿出来让我看看吧。叶枫再次把那颗50年成分的野山参拿出来，让这个韩福海甄别。野山参我们收了，你要多少钱？你先开个价吧。2万。叶枫摇摇头，显然是觉得少了。那你要多少？15万。既然兄弟是懂行的人，那我也不诓兄弟，15万太多了，10万怎么样？韩老板这么没诚意，那我就找别家看看吧。我看你们对面那家店也挺大的。韩福海一听叶枫这么说，连忙就上去拉住叶枫说道：“算了算了，15万就15万，这颗野山参我要了。兄弟是要现金还是转账？”“转账吧。”钱到账以后，叶枫就把50年分的野山参交给了韩福海。“等一下，兄弟，不知道你手上还有没有其他野山参了？如果有的话，我也可以继续收的。”叶枫看着韩福海，沉思了片刻，说道：“有的，不过年份有点高。”“多少年的？100年以上。”“那不知道兄弟准备卖多少钱？”“少了100万，我不卖。”“那兄弟方不方便留个联系方式？说不定下次我们还能继续合作呢。”叶枫把自己的手机号留了下来，然后就抱着小小从德瑞轩里走了出去。当经过一个巷子的时候，前面出现了一个花臂男。“朋友，哥几个缺钱花，借点钱用用呗。”叶枫回头一看，身后也出现了4、5个人，他们应该是跟前面这个花臂男是一伙的。“好啊，看来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你是不知道老子是谁了。给我打！”花臂男他们都冲了上来。记住了，下次遇到我都给我躲远点。爸爸，小小害怕。
小小虽然看不见，但他听得见，他知道都发生了什么。所以在花臂男人他们出现以后，就死死地抱着叶枫的脖子，看得出来他很紧张，也很害怕。小小已经没事了，坏人都被爸爸给打跑了。小小在叶枫脸上吧唧地亲了一口，是昨天的，他们还没吃完。吃过饭，小小也累了，叶枫抱着他躺在床上睡觉。等小小睡着了以后，盘坐在床上开始修炼起来。叶枫一吐一纳之间，周围的灵气都向他聚拢了过来。地球的灵气太稀薄了，想要突破炼气7亿层的话，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，而且我的身体似乎也不太行，这样太慢了。如果有一些天才地宝辅助的话就好了。不过上哪找天才地宝？叶枫想到了野人参，这东西也算是天才地宝了，不过年份不太够，如果是500年以上的还差不多，还是留着给小小补身体吧。叶枫想了一下，决定再进山看看能不能找到对自己有帮助的东西。原来是一头野猪，看着有200多斤重，很凶猛。他发现了叶枫，直接就向他撞了过来。他的这一撞，堪比一辆高速行驶中的卡车。畜生，去死！接下来的2天，叶枫哪都没去，就陪着小小。没事的时候，他就开始磨刀。他磨的是一把手臂长的柴刀，同时他还准备了10几把飞刀。石子终究是石子，哪里有刀锋利？叶枫总算把柴刀打磨完了，发现小小不在自己的身边。他目光看了一圈，注意到坐在门口的小姑娘。小小，你这画的是什么呀？爸爸，小小没画什么。小小是不是想吃西瓜了？小小有些支支吾吾起来。爸爸，是小小不好，小小其实是不想吃的，是二胖天天跑过来跟我说西瓜好甜。傻丫头，你想吃什么就跟爸爸说，爸爸现在就去给你买。我听二胖说西瓜很贵的，他说我们买不起。你别听他们瞎说，西瓜很便宜的，而且小小想吃什么，爸爸都会给小小买。小小在家里等着，爸爸现在就去买西瓜。这青山村有一片很大的瓜地，是村子里的人自己种的。不光有瓜地，还有一片渔场，这2个产业都是归赵大黑所有。他是青山村的首富，很有钱。救命啊！救命！这个声音是陈素素。叫不叫吧，没人会管的。素素，老子早就看上你了，你就从了我吧。不要！叶枫脸色一变，立即冲到瓜棚面前，一脚踹开了。原来是你这个酒鬼，没看见老子正在办事，给我滚出去！我是来买西瓜的。西瓜外面多的是，你自己拿一个，赶紧滚蛋！可是叶枫站着没动。我让你滚，你没听见？叶枫指着已经衣衫不整的陈素素说道：听见了，不过我得带着陈姐一起走。你小子找死是吧？那我就给你点颜色看看。叶枫，快躲开！陈素素瞪大了眼睛，看见叶枫伸出手，就把锄头给抓住了。紧接着，叶枫手上一用力，把锄头往自己这边抽过来。赵二黑哎呦了一声，整个人失去重心，向叶枫再栽过来。干你妈！臭酒鬼，你还敢跟我动手？我跟你拼了！可是他哪里是叶枫的对手？他刚跑到面前，就又被叶枫给踢飞了出去。臭酒鬼，你给我等着，老子一定要你好看！叶枫，你带着小小赶紧跑吧！你把赵二黑打成这样，他肯定会来找你麻烦的。上次狗蛋就因为惹了赵二黑，就被赵二黑给打断了一条腿。陈姐别担心，不会有事的。叶枫笑了笑，丝毫也没把赵二黑的事情放在心上。他从瓜棚里走出来，在瓜地里挑了2个西瓜，随手还扔了10块钱下来，然后就带着陈素素一起回去了。小小，爸爸带西瓜回来了。哇，爸爸真买西瓜回来了！小小高兴地跑出来，因为看不见，差点被门槛给绊倒，幸亏叶枫眼疾手快，把小小给接住了。你这小丫头，走路的时候慢点。我知道爸爸会接住我的。哇，好帅啊！爸爸，西瓜真甜。喜欢吃就多吃点。叶枫拿着一块西瓜递给陈素素。陈姐，你也吃一块。叶枫，你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啊？急什么呀？车到山前必有路。而且陈姐，你不用担心的。就在这时候，外面忽然传来砸门的声音。叶枫，好像是赵二黑。陈姐，你带着小小在屋里待着，我出去看看。死酒鬼，你给老子滚出来！赵二黑带了7、8个人过来，他们都是赵二黑的狐朋狗友，一听赵二黑被打了，自然全都来帮忙了。原来是二黑呀，给你的教训还不够，居然还敢找上门来！妈的死酒鬼，老子今天不废了你，老子名字倒过来写，给我打！叶枫面色酷了，这可是飞出去，一个接了一个，他们一声，不到片刻，冲上来的7、8个人都躺在了地上，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声。你别过来！赵二黑被吓了一屁股，就坐在了地上。滚！别让我再看见你！
不然看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是。陈姐，能不能拜托你个事情？什么事？你能不能帮我照顾小小几天？你要去干嘛？我要进山一趟，可能要几天才回来。你又要进山打猎？嗯，那我可以帮你照顾小小，不过你也注意安全。爸爸要早点回来，不然小小会想爸爸的。爸爸一定快去快回。这次进山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找天才地宝，所以一路上发现野味，他看也没多看一眼。忽然前面有什么东西冲出来，原来是一头野猪，看着有200多斤重。他发现了叶枫，直接就向他撞了过来。畜生，去死！这头野猪皮糙肉厚，但还是被叶枫一刀给劈死了。今天就先在这里休息一晚上。叶枫找到了一个天然的山洞，拖着野猪的尸体就坐在了里面。吃饱了以后，他就盘坐在地上，吸收周围的灵气。果然，深山里的灵气要比村子里要浓郁一些。他站起身，继续往山里走。看来是找不到对自己有帮助的东西了。我出来已经快3天了，得回去了，不然小小应该着急了。不过在回去的路上，叶枫忽然感觉到了一股寒气从不远处弥散过来。有东西。很快，一颗龙眼大小的珠子出现在他的视线之中。这是冰魄珠。就在此时，突然出现了一只妖兽。小子，你敢偷我的宝贝，你简直就是找死！2阶妖兽居然会口吐人言了，这颗珠子我要了，不想死的赶紧滚开！奶奶的，气死我了！小子拿命来！就向叶枫冲了过去。你差一点就要晋级成为凶兽了，可惜让你遇到了我。叶枫一挥手，灵气化为一道剑锋，嗖的一声，他坐在岸边休息了一会，然后就开始吸收冰魄珠里的灵气。我的堵塞的经脉也全都疏通了，真是个好东西。叶枫停下脚步，因为在他的面前出现了一群狼。你们找死！叶枫一刀划出去，瞬间秒杀了2头扑到近前的野狼。紧接着他不退反进，反而是向那些野狼杀了过去。可就在这时候，一声愤怒的狼吼声响起。他好像是狼王。这头狼王看着地上的尸体，目光愤怒地看着叶枫。死！叶枫找准时机，一刀插进了狼王的身体里，而是拖着狼王的尸体往前走。他发现了一个洞穴，这里8成就是野狼的巢穴。忽然，一株狼尾般的小草引起了叶枫的注意。这是天狼草，没想到又让我遇见好东西了。这天狼草属于黄阶9品的天才地宝，不过这株天狼草还未成熟，这东西现在吃了也没什么用，先带回去吧。他又搜索了一番，确定没什么东西了以后，正准备离开，忽然听到了一个十分轻微的声音响起。叶枫走过去，扒开了一些杂草一看，原来是个狼崽子，好像是刚出生，连眼睛都没睁开。既然你被我遇上了，那就跟我走吧。爸爸怎么还没回来啊？叶枫已经进山快7天了，却是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可就在这时，村口那边传来喧闹的声音。爸爸，肯定是爸爸回来了。小小你慢点，别跑。小小因为看不见，只能问陈素素。陈姨，是不是爸爸回来了？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到了小小的耳朵里。小小，是爸爸回来了，有没有想爸爸呀？小小爸爸送你个东西。哇，好软啊！爸爸，这是小狗吗？小小看不见，所以只能用摸的，他感觉是小狗。对，是小狗，以后它就是小小宠物了，喜不喜欢？喜欢，我好喜欢。小小抱着小狼崽子。爸爸，我能不能给它取个名字？当然可以了，那就叫大黄吧。陈素素问道。叶枫，你给小小的是不是狼啊？是一头小狼崽子。那你就这么给小小了，不怕小小有危险啊？放心吧，那个小狼崽子不敢的。等解决完狼的尸体以后，已经是晚上了。叶枫说道。陈姐，麻烦你一天了，今天就在我家睡吧。陈姐，你别多想，我是觉得天色太晚了，所以才让你留下，你跟小小一起睡，我睡外面。陈素素毕竟是个寡妇，如果在叶枫家里过夜，那第2天就可能就会传遍全村。睡你家？算了吧，我还是回去吧，这要让村里人知道我在你家里过夜，还不得被他们嚼舌根给嚼死。好吧，那我送你回去。我就是想问问陈姐，你知不知道村子里有空地没有？你要空地做什么？我想种个西瓜地。种西瓜？最好别，你应该知道的，咱们村的种植大户是赵大黑，如果你也种西瓜的话，就相当于是跟他抢生意，你抢不过他的，会赔的。这个陈姐不用担心，就算我不种西瓜，种点其他的也是可以的。陈素素想了想，我们村的地基本上都被赵大黑给包走了，好像也没其他地了。不对啊，我看见村东头那边不是有块空地吗？
你说的是刘老三家的那块地吧？那块地不行，听说种什么都长不出来，是块死地。不会吧？我看那块地挺好的呀，而且还大，怎么可能种不出东西？真的种不出来，不是我骗你啊！不光刘老三自己种过，而且赵大黑也种过，只要撒进去籽，没一个能发芽的。这么奇怪？我们去看。快看这个人花10万买一块死地，遭到全村人的嘲笑，他们却不知这是一块上好的灵地。叶枫，你哪来的这么多钱呢？这跟你没关系，拿着钱赶紧走吧。好，那祝你能在地里种出黄金来。刘老三明显有点嘲讽叶枫的意思。没准我还真能给你种出黄金来。叶枫，你这钱哪来的？这个你就别问这么多了。就算你有钱，也不能这么造啊！好好跟小小过日子多好。叶枫也不生气，陈素素感觉叶枫就是白扔了10万块钱，可是他没办法，也劝不住。陈姐，你放心了，我肯定能种出东西来的。叶枫看着陈素素，还有陈姐，你要不要来帮我？我可以给你工钱。工钱就算了，我可以来帮你干活，就当是帮小小了。叶枫带着小小又去了一趟县城，买了不少西瓜子回来，还有水蜜桃的种子和苹果之类的。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。叶枫咬开食指，以灵血在天罡石上写了一道血符。天地无极，风。事做完了，叶枫就跑回去，抱着小小继续睡觉。叶枫就忙着播种，等播种完以后，叶枫又跑了一趟县城，等回来的时候，身后还跟着好几辆的货车。叶枫，你这是干嘛？我让他们来搭瓜棚。你这还没种出东西，就这么兴师动众，万一赔了就什么都没了。陈姐，你就别管了。陈素素根本劝不住，她摇摇头，似乎已经预见叶枫要赔得血本无归了。可怜的小小，你爸爸是个败家子啊。叶枫把西瓜棚搭起来了，过程用了3天，而这3天，全村人都在看叶枫的笑话，觉得叶枫是白痴。爸爸，他们怎么都说你是白痴啊？谁说爸爸是白痴？就是二胖他们，还有村子里的其他人。小小，爸爸跟你说呀，你别听他们瞎说，爸爸怎么可能是白痴？爸爸聪明着呢。第2天，叶枫去看了一眼自己的西瓜地，很是满意。不过他觉得还少了点什么。鱼塘也可以建一个，自己不是还有冰破珠的，这东西也不能浪费了。反正冰破珠一直在吸收灵气，如果把它扔到水里，养出来的鱼虾肯定肥美，到时候小小肯定爱吃。叶枫想得很好，不过这都需要花钱，还是得多赚点钱才行啊。接下来，叶枫就给西瓜地浇水了，不过浇的可不是普通的水，而是放了冰破珠的灵水。有这颗冰破珠在，它就有源源不断的灵水，种出西瓜那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。在给瓜地浇完水以后，叶枫就回家睡觉了。陈素素突然急冲冲地跑了进来，拉着叶枫就走。你快跟我来。陈姐，你这是带我干嘛去？陈素素拉叶枫来到了瓜地。叶枫，你看出芽了，长出芽来了。我还以为什么呢？长出芽不是很正常吗？这还正常啊！你要知道，刘老三的这块地几10年了都没长出过东西来，现在长出来了，这就说明你不用赔钱了。说陈素素是寡妇，但叶枫是谁啊？他一眼就看出来了，陈素素其实还是个完璧之身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陈素素的老公还没碰陈素素就被野猪给拱死了，可惜啊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叶枫都在瓜地，每天给瓜地浇灵水。这刚长出来的西瓜芽真是一天一个样。第1天只长出芽，第2天就变藤了，第3天就开始结果了。叶枫，这西瓜怎么长得这么快？可能跟西瓜地有关吧，这个你别往外说。我知道的。第7天的时候，叶枫瓜地里的第1批西瓜就已经成熟了，而且个顶个的大，妥妥的全是瓜王。走吧，陈姐，我们吃西瓜去。叶枫在地里摘了一个西瓜，带着陈素素一起回家。他把西瓜切了，竟然还有瓜香飘溢出来。西瓜怎么还有香味呀？来，陈姐，尝一块。这西瓜看着太好了，居然连一个籽都没有，怎么跟麒麟瓜一样？我记得我们种的应该是黑美人啊。陈姐，你别想这么多了，快尝一口看看怎么样。叶枫，好吃，太好吃了，不光甜还多汁，甚至回味无穷。这西瓜风用灵水浇灌出来的，算得上是小半个灵瓜，能不好吃吗？要是真正的灵瓜，那吃一口不光可以美容养颜，甚至还能延年益寿的。不过叶枫的条件有限，能种出小半个灵果，已经算不错的了。陈姐，你觉得我们把西瓜拉到县城里卖怎么样？好，当然好了，生意绝对火爆。那就这么干了，我们一家人下午就去县城卖西瓜。叶枫，你别瞎说，什么一家人，让别人听了不好。是，陈姐说的是。叶枫直接破开了一个西瓜，是用来让别人品尝的。如果不让人吃了觉得好，那怎么让西瓜卖得出去？我去，兄弟，你这瓜怎么这么香，而且这么大？都是自己家种的，你们尝尝看。叶枫把自己切的西瓜分给这些路人吃了，这些路人吃了一口，表情跟之前的陈素素一样，相当的精彩。我去，你这瓜也太好吃了，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西瓜。是啊，这瓜确实好吃。兄弟，你这瓜怎么卖的？100块一个。靠，黄金瓜呢？100块一个，兄弟，你这也太贵了。是啊，便宜点吧，便宜点我就买了。各位，真不是我说贵了，这瓜我是用祖传的耕种方式种植出来的，一瓜难求，我真没说贵。这样吧，给我来一个，100块钱就100块钱，也给我来一个尝尝鲜。没一会功夫，叶枫就卖出去了5个瓜。
其他人一听100块钱一个，都有些望而却步了。叶枫，你这瓜卖的也太贵了，要不咱们便宜点吧？陈姐，已经很便宜了。你要知道，一些外国引进的精品麒麟瓜，一个都要50-60块钱的，甚至更贵。而且你看我们的，一个个都是瓜王，我卖100，已经算是便宜的了。你这么说也是啊。陈素素点点头，确实她听说过麒麟瓜很贵，普通的麒麟瓜就要30-40一个，贵一点的50-60，甚至更多。而且跟麒麟瓜比起来的话，她感觉叶枫种出来的西瓜确实也不错。可是你看清水县也不大，我们买的这么贵，就算再好吃，可能也不会有太多人买的。对此，叶枫倒是很淡定。这个你放心，等名声大出去了，不愁没人来买。叶枫也不着急，抱着小小，继续耐心的等着。很快，刚刚一个买瓜的男人又跑了过来，而且身边还跟着一个派头十足的老男人。郑老板，这就是我刚刚买的西瓜。兄弟，你能不能再开一个瓜，让我尝尝？枫毫不犹豫，又破开一个西瓜，切了一块给那个郑老板。郑老板吃了一口，接着第2口、第3口，好吃好吃。兄弟，你这一车西瓜我都要了。都要了。对，都要了。好，那我给老板点一下瓜。不用了，我看这一车西瓜也就30-40个，我给你5000，你直接卖给我就行。郑老板财大气粗，直接让身边的保镖给他拿了5000块钱，递给叶枫。行，那这一车西瓜你的了。兄弟，认识一下，我叫郑开凤，是个批发水果的，不知道兄弟怎么称呼？我叫叶枫。原来是叶兄弟，我听说兄弟是种瓜的，而且这些西瓜都是兄弟用祖传的办法种植出来的。对，是这样的。郑开凤问道。那兄弟手里应该还有这种西瓜吧？叶枫说道。还拥有很多，我有一片瓜地。那太好了，你带我去看看你的瓜地，我要把你的西瓜都买了。陈素素恨不得伸出手去碰碰叶枫的脑门，看看叶枫是不是发烧了，肯定是烧疯了。人家收瓜肯定要便宜点的呀，你倒好，居然还原地涨价了。哈哈哈，叶老板，你跟我开玩笑的吧？叶枫很认真地说。郑老板，我可没开玩笑啊，我拉一车西瓜出去卖100，那只是试水。现在我给你200块钱一个，已经算是便宜的了。如果不是我种的西瓜刚起步，我都想卖500、1000的。郑开凤生气地说道。叶老板，看来你是不想跟我合作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你的西瓜就烂在手里吧。郑老板要走，我也不拦着，反正又不是你一个收西瓜的，收西瓜的人多了去了。等我的瓜卖得好了，自然会有大把的人过来收，到时候200我都不给他们。走出去没2步的郑凤忽然停了下来。叶老板，真不能再便宜点？是的，郑老板。那这样吧，200就200，不过我只能先收一小部分，看看市场效果。如果好的话，我再来把你的瓜全收了。郑老板以后肯定不会再跟你合作了，好好的机会就被你这么给浪费了。叶枫胸有成竹地说道。谁说的？陈姐，你相不相信这个郑老板很快会再回来的？怎么可能还回来？他又不是傻子。叶枫说道。要不这样，陈姐，我们打个赌，要是郑老板回来了，你就给我洗脚；要是我输了，我就给陈姐洗脚。行，只要郑老板回来，我给你洗一辈子都没问题。陈素素刚说完，就意识到自己说的话不对了，她也是一时情急才说出这种话来的。说完，她脸红，有些后悔了。陈姐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你就等着给我洗一辈子脚吧。哼，我才不相信这个郑老板还会再回来的。接下来的2天，叶枫也没事可干，就陪小小玩了。爸爸，这个大黄怎么不会叫汪汪啊？他是不是个哑巴？叶枫看着大黄说道。听见没有？小小要听你叫的。这小狼崽子每天都喝叶枫的灵水，现在也长大了不少，有点狼的意思了，不过还是更像狼狗。大黄，你叫的怎么这么难听？应该是汪汪啊。听见没有？小狼崽子因为喝了灵水，智力开化的不错，所以听懂了叶枫他们说的是什么。我是狼啊，不是狗。爸爸，你别吓着大黄了，大黄是我的好朋友。又过去3天，叶枫还是没事干。倒是陈素素挺着急的，因为已经5天过去了，郑开凤似乎没有要回来的打算。这天，陈素素来到叶枫家里，她看着叶枫说道：“你就等着给我端洗脚水吧。”别急啊，陈姐，这才过去几天啊。就在这时候，村口那边出现了很多汽车开过来的声音。哦，这么快就来了吗？比我预想的要快啊。叶枫，你还在等什么？快出去看看啊！陈姐，你别着急，先喝口水。如果他是来收瓜的，自然会来找我，在这里等着就行。没过一会儿的时间，哦，这么快就来了吗？比我预想的要快啊。叶枫，你还在等什么？快出去看看啊！陈姐，你别着急，先喝口水。如果他是来收瓜的，自然会来找我，在这里等着就行。没过一会儿的时间，家门口就来了一群人。叶老板，我又来了。郑老板，我的瓜买的怎么样？郑开凤赞不绝口地说道。叶老板的瓜是真的赞，我才收了500个瓜，没2天就卖完了。我这次来是想把叶老板的瓜都给收了，200块一个。你看我人都带来了。郑老板，之前我跟你说过的，第一次收瓜我给你200，现在不行了，得300一个才行。叶老板，没你这么抬价的，这才过去几天啊，你就给我涨了100。如果郑老板要是再晚几天过来，连收都收不到了。郑开凤一听惊了，叶老板是不是有其他人来收瓜了？郑开凤一看叶枫的样子，准是这样。叶老板，我可是第一个来找你收瓜的，你可不能把瓜卖给别人，这样我给你300，不350一个，瓜我照单全收了。叶枫直接拍板的说道。行，那就350。
站在旁边的陈素素听得有些目瞪口呆。原本西瓜110个，他都嫌贵，后来210个，他有点懵。谁知道叶枫现在又涨了，现在不光叶枫自己涨，连郑开凤还帮叶枫一起涨，他们都疯了。与此同时，有一个人风风火火地往村中心一栋别墅里跑去。大飞哥，不好了不好了，出事了！狗子，你别着急，出啥事了？是不是有人偷西瓜？不是，是村东头的那个烂酒鬼，他不是买了刘老三的地，他种出西瓜来了。啥？叶枫用刘老三的地种出西瓜来了？一听是叶枫的事情，赵二黑脸色就黑了下来。对，二黑哥，他不光种出西瓜来了，现在还有人去收他的瓜。我刚刚看了一眼，收瓜的人好像是郑老板。郑老板？哪个郑老板？别墅里出来一个大黑胖子，40多岁，满脸富贵相，他正是青山村的首富赵大黑。不用了，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，走吧，我们去看看，去帮我问问这叶枫的瓜买的是多少钱一斤。没一会，狗子跑了回来，满脸都是惊疑不定的样子。大黑哥，好像是350一个。狗子，你当老子是白痴吗？一个西瓜怎么可能350一个？怎么可能350一个？疯了吧？你当西瓜是黄金呢？不管他们相不相信吧，反正叶枫和郑开凤那边的交易已经成了。叶老板，你看数量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那我给叶老板转账吧。叶枫报了一下自己的银行卡的号码，很快110万就被转到了叶枫的账户上。郑老板，你这怎么还给我多赚了几万？就当是凑个整了。如果叶老板下一批瓜成熟了，我就先预定了。叶老板可千万不要卖给别人啊！刚刚叶枫和郑开凤做交易的时候，陈素素不在，所以陈素素不知道是多少钱。多少？也不多，也就120万而已。啥？120万？他知道这一单叶枫肯定能赚不少，但他没想到是这么多。叶兄弟，别着急走，其实我来找你还有件事情的，我想把你那块瓜地给买了。买地啊？那你准备给我多少钱？我听说你从刘老三手里买走的时候花了10万，这样吧，我给你50万，你把瓜地卖给我。是挺有诚意的，不过我的瓜地现在可是块宝地，50万块钱太少了吧？那你想要多少？100亿。如果赵首富能给我100亿，我就把瓜地卖给你。你玩我呢？说完叶枫就回